本来这里还有一半的监控是正常的，上个师傅过来一修，就把剩下那半给干没了。现在棘手的是，他也把全部的通道都给删了，所以这期更像是同行给我出了难题。既然都删完了，那么我们就用录像机搜下，看下能搜到多少个摄像头。在搜摄像头期间，厂长就告诉我，这边总共有32个摄像头，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一个都搜不到，那应该是线路方面的问题了。所以我这边得看一下线路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我手里拿的线就是录像机的主线，它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是我看了一眼交换机，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你这个都不亮啊，你这个线都没改过啊？哪个？你这个交换机都不亮啊？这个吗？对呀、可能刚才我碰了，刚才我碰到了。哦，这个对，原来交换机不亮，是厂长把电源给碰松了，我这边就把它接了回去，交换机就亮了起来。那么现在就去录像机那边，看看能收到多少个摄像头。你这个收得到了，但是只有9个。9个吗？啊，12个。慢慢，可能又变。上次他来的时候收的是20来个，只有10来个是丢失的。这边我等了很久，刷新来刷新去，还是12个。索性我就把这些摄像头先添加上去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添加摄像头都是异常的。我点击了一个，显示网络不可达。我这边看了下摄像头的网段，它是2网段的，那录像机也是2网段呢，为什么就出现网络不可达呢？而且我在通道里面还看到8网段的摄像头，这地址跨的有点大了，这肯定哪里不对了。我看了下8网段的摄像头，一样是网络不可达，那我只能拿电脑出来试下了。当时我电脑开机的时候正在更新，我侧眼看了下就发现网络不可达变成了用户名密码错误，这就更奇怪了，这故障咋还变来变去的？既然现在密码是错误的，那么我就让客户输入密码，看看能不能查到摄像头之前的密码。哪成想客户就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改过密码，他也不知道密码改成什么了，于是就打电话给我问了下。他重置过，他那个 IP 了，我怀疑是他那个其他 IP 线了，拿个 IP 从我去搜索，看能不能看到，然后你先拿密码给我再解决。我打过去，转过去，看2个。虽说要到了密码，但是我输入的时候显示的只是录像机的密码，并不是摄像头的真实密码，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，于是我就把这12个摄像头给删了，打算重新添加。就在我重新添加的时候，发现12个摄像头就变成了27个。喂，又多了，又多了27个，刚才12个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就全部添加上去了。但全部添加上去才发现，仍旧是密码错误。我点击找回密码的时候，它就显示操作失败。后面我才发现，个别摄像头又出现了网络不可达。当时我就怀疑，他们这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了。于是我就接上电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我给电脑固定了个2网段地址，然后看了录像机的 IP 是.2.168，于是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，看看能不能访问录像机。这边我大概等了半分钟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动静，那只能听，看看能不能听得通了。没想到现在拼也是拼不通的。我看了一下地址是对的，那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所以我只能重新检查线路了。当时我看交换机的灯，它一路爆闪，那10有8九是存内环路了。这时候我再看了下电脑，天居然就通了，但是没有通多久，又丢了几个包。看来和我想的一样，果然有环路。不过这次环路格外的可怕。当时为了先恢复录像机，我就把所有的线都拔了。现在交换机上只有我和录像机的网线，这下拼终于正常了。之前进不去的后台，现在也能访问了。接着我就挨条插回去，原为找到这条环路网线非常的简单，我只要每插一条就看一眼拼，如果插到哪条拼超时了，那就是哪条环路了。但是后面你们猜怎么着？我把最后一条线插上去了，拼只丢了一个包，就再也没有丢了。就掉了一个。那时候也把我整懵了，全部网线都插回去了，拼没有丢包不说，就连延迟时间都是正常的。之后我等了一段时间，拼才开始丢包，掉了，完全崩了。接着我就开始拔网线，看它拔到哪条拼才恢复正常。
这条拔了以后，拼还是没有恢复正常，那么接着我就拔第二条了。当时一拔这条，拼就恢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接回去验证下，看那拼会不会丢包。哪成想这一接回去，拼一直都没有丢过任何的包。这种情况我在以前也遇到过，但是在2层交换机里面发生的概率还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就尝试拼2万只级的大包，看它丢包明不明显。很显然，2万只级的大包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丢包，难不成是最后那条线存在环路？所以我就把最后那条线插上去试了下。大伙有没有留意到，这里已经丢了个包，这是我插网线之前丢的。那么最后那条线应该也不是环路的那条网线，现在通过拼拔线的方法已经找不到那条环路的网线了，那我只能靠抓包去查找了。首先我们打开哇萨克开始抓包，由于这段是我在家拍的，所以目前只抓了6个包，但是只要我把这网线接上去造成环路，软件就会显示有大量的广播，之前6个包也瞬间变成了3万多个包。你再等那么几秒，3万多的包就变成了75万个。这种情况下，通常整个网络就会崩掉。我就靠这个方法找到了这条环路的网线。正当我准备查找这条线通向哪里的时候，却发现有时候真相就在眼前。用哈才知道了。哦，找到了。你这条是这一条。哦，连在一起是吧？是一条线来到的，你这里环路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哦，这样慢慢。你这有环路了，就这条。哦，是这个。谁插上去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动他，但是我要问他一下，他是不是他插的，还是？就之前师傅这么一插，导致你的工作难度大大的增加了。当时我还以为这条线是多余的，我就把它丢在了一边。但这条线这么一丢，后续还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现在环路消除了，录像机能收到27个摄像头，原为点击添加就能修好27个，但添加上去后却发现摄像头一片的异常。我看了一下状态，全部的摄像头都是密码错误。这时候厂长才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把录像机密码给改了，这就意味着我要修改这个27个摄像头才能恢复过来。修改摄像头密码步骤我打算详细说的，但很容易出现违规的情况，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了。总之改完了27个摄像头密码后，画面就都恢复了正常。那么接下来还有5个画面，好在厂长都知道剩余5个摄像头都安装在哪个位置。这里一个，这一个。那边他接哪个交换机？带我去交换机那里。这里有个交换机是吧？由于这边的交换机实在太多了，厂长也不知道是哪个交换机负责，我只能爬上去看一下哪个交换机的灯不亮就是哪个了。我打开了第一个箱子，发现里面的网线全部都是亮灯的，那么5个相头还不是这交换机负责的。当时厂长也拿来梯子一路跟随我找来找去的，由于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，我就跳过了。最终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回到录像机旁边才找到了这个交换机。你这个不亮哦，应该说亮，但是没有数据。不会你那4个就在这里吧？因为我看这个交换机也是 PoE， 但它只亮灯，并没有传输数据，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交换机应该也是负责监控的。我看这交换机其中一条线是接到路由器上的，那么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器，看看能不能收到摄像头。电脑连上了 WiFi， 然后我再点刷新那么一下，果然就找到了4个摄像头。收到4个。对，这下我才明白过来。大伙还记得这条没用的网线吗？它应该是这2个交换机相连的。结果之前的师傅不但让他们断开了，还把这条线插了环路，所以我现在要把这小交换机和这大交换机接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录像机就能找到那4个摄像头了。看见没有？这4个出来了。4个出来。我把4个摄像头添加上去后，监控就恢复了31个。至于最后那个属于线路故障了，估计看到这里的人并不多，所以维修过程我就跳过了。总之要不是之前的师傅乱接线乱改密码，哪怕网线有个标签，故障都不会发展成这么麻烦。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就在我修好了没2天，监控又坏了一半，所以还有下一期视频。好了，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